中国方面在新一代空空导弹的研制上进行了15次试飞，甚至是20次试飞，应该说是一件非常让人值得自豪的事情。这证明了我们的国家有足够的财力为一个具体的武器装备型号实施高强度而且严谨细致的试飞工作。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明说。这期话题我们说的是一种导弹试飞20次，是不是太烧钱了？那我认为该花的钱一定要花。随着中国国防工业不断的取得重大的成就，国外媒体越来越重视国内的学术论文了，特别是导弹武器类的论文。最近有媒体发现呢，航空武器杂志上讨论了空空导弹的质量问题。为了解决问题，科研单位实施了超过15次飞行试验，有的型号甚至达到了20次。中国在其他导弹武器研制中也实施了高强度的试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内德·普莱斯曾经表示，根据美国获得的情报，中国在1月至9月期间至少发射了250枚弹道导弹。这么多次的试验，中国军工科研看起来是有点土豪啊。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呢，西方媒体都喜欢用质量问题来嘲笑和指责中国或者是俄罗斯生产的武器系统。在以往呢，这样的说法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啊，因为西方国家拥有更好的工业基础，在受控机床、先进制造技术和质量控制方面都具有更高的水平和更加完善的产业体系。然而，这种体系的建立并不意味着西方人就更加聪明，而是因为他们有足够的财力，在质量体系上做更强大的投入。在任何一个时代呀，对于同类型武器装备来说，美国人的研发投入都要比中国、比俄罗斯和曾经的苏联要高得多。换句话说，质量是花钱买来的。但是如果中国或者是苏联俄罗斯在某一个项目上投入了足够多的经费，能够在反复的试验当中不断的完善设计、改进质量，同样能够达到很高的水平，甚至比西方型号的质量要好得多。我们熟悉的 AK-47 自动步枪、冰雹火箭炮，这就是很好的证明。在尖端科技领域，作为最明显的一个例子，俄罗斯它的联盟号飞船在近几十年的飞行当中没有发生过哪怕是一次的伤亡事故。虽然曾经遭遇过几次运载火箭的故障导致的飞行中断，但是宇航员都安全地返回了地面。相比之下，美国的航天飞机因为设计不合理、质量无法控制，所以先后2次机毁人亡，14位宇航员葬身蓝天。中国同样拥有质量非常好，在国际市场上享有盛誉的高技术武器装备。最为典型的就是中国自行研制的红箭8系列的反坦克导弹。据有关军贸单位表示，红箭8目前已经是一种根本不需要做广告的东西，客户自己就找上门来了。新闻报道中所说的空对空导弹具体是什么型号我们并不清楚，但是作为一种导弹武器来说，做15次乃至20次的飞行实验并不是什么令人意外的事情。特别是霹雳10、霹雳15这样具有开创性的突破性的型号，做那么几十次的飞行试验完全不让人觉得意外。当然了，飞行试验是非常花钱的，不仅仅是每一次发射出去的导弹价格昂贵，而且组织一次实验就需要飞机、导弹武器、靶场的所有相关设施设备全部都要动起来用起来。仅仅是遥测遥控设备的使用成本就相当可观。所以在导弹武器试验方面，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都在采取2条腿走路的方法。一方面是尽量的争取经费，多做一些实验；另一方面呢，是尽量的提高每一次试验的效率，争取在一次飞行试验当中发现尽量多的问题。用简单的逻辑来理解，那就是飞行次数尽量少做，但该做的实验一定要做。飞行实验的耗资巨大，这一直是各国导弹武器研制部门非常关心也非常头疼的问题。在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美国曾经提出了一种3发定型的概念。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在每一次飞行试验之前，都尽量的把功夫做足，争取打一发抽样弹，再打一发正样弹，最后再打一发定型弹，导弹就可以完成全部的研制工作，进入批量化的生产了。但是事实证明，这不过是一种美好的愿望，没有任何一种导弹可以只打3发就能定型的。除了科研阶段之外当导弹武器进入工厂实施批量化的生产之后还会面临新的问题。工厂是工厂，实验室是实验室，实验室里面的很多做法在工厂里是不可能实现的。而且工厂是讲求生产效率，
不可能像在实验室里那样用1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去制造1发导弹，这就必然导致导弹在具体的材料、工艺，甚至是在一些细节设计上要发生改变。那么发生了改变的导弹是不是还能够满足设计要求，还能够完成作战任务？同样要进行试验，这就决定了一种导弹武器从开始研制到最后成熟所经历的飞行试验的次数是不会太少。新闻中指出中国方面在新一代空统导弹的研制上进行了15次试飞，甚至是20次试飞，应该说是一件非常让人值得自豪的事情。这证明了我们的国家有足够的财力为一个具体的武器装备型号实施高强度而且严谨细致的试飞工作。20发导弹的价钱肯定是不低，但是为了让批量化生产后的空对空导弹能够充分的发挥作用，能够确保质量在空战当中干脆利索的击落敌机，那这么多次的实验还是需要做的。另外，导弹如果采用了什么突破性的技术，那在早期实验当中多做一些飞行实验，吃透技术，掌握规律，在后续研制当中，这样的技术就可以作为成熟的技术不断的采用，就不需要再做更多的实验，那实际上呢还是省钱的。所以总体来说，在国防高技术方面，该花的钱一定要花，不能抠门，不能吝啬，这些钱换来的是科学技术和质量管理水平的突飞猛进，还有我们和平安宁的幸福生活。